深夜会诊，我在产房外见到了我的丈夫，里面是他的小情人和刚出生的儿子，而我是他儿子的主刀医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凌晨2点，我被摇到产科会诊，在产房门外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我那本该在英国工作的丈夫程浩。程浩见到我时满眼惊慌，欲言又止，可我来不及质问他怎么在这里，就进了产房查看新生儿情况。这是一个先天性颅内肿瘤的新生儿，所以产科摇来了神经科、肿瘤科一起会诊。作为肿瘤科专家，我自然成为了主刀医生。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产妇的八卦。小姑娘才22岁，刚毕业没多久，还没毕业就结婚了，未婚生子，孩子父亲在门外等着，年纪挺大。估计大家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尽在不言中。作为医生，我经常会碰到这种狗血剧情，只是我没想到有一天这种狗血剧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也从没想过程浩会背叛我。细细想来，一切也有迹可循。程浩1年前对他带的一个学生赞不绝口，半年前突然去伦敦进行为期2年的进修，而我一直忙于工作，并未起疑。想来产妇就是他那个学生袁宇福，一毕业2人就厮混在一起。要不是这次突发情况，他还会继续骗我。收敛心神，我开始准备手术，不论这个孩子是谁的，本着医者仁心，我都要全力救治。经过2天1夜，一共进行了大大小小4次手术，终于挽救了这条小生命。只是由于肿瘤过大，压迫神经，这孩子可能会得脑瘫。手术结束，走出手术室，我看到程浩环着产妇等在门口，神色焦急。怎么样，阿莹，孩子他……我的心突然就死了。2天1夜，36个小时，我做了4次手术，2次都差点晕倒在手术台边。可他的心里只有他的情人和孩子，没有一句对我的解释。我公式化开口，孩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只是会并发脑瘫，请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苏莹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有失医德，你是不是看到我和程浩有了孩子，就趁此机会害我的孩子？袁宇福想要直接冲上来打我，被程浩拦住了。阿莹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本以为你是个正直善良的人，没想到你却在手术中夹带私人感情。有什么你冲着我来？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你怎么忍心？程浩抱着失声痛哭的袁宇福，一脸悲怆地看着我。周围的同事被这一变故整懵了，谁都没想到我竟成了狗血剧中的主角。啪！我甩了程浩一个巴掌，趁着程浩发懵的空隙，我抓住袁宇福头发，也甩了他一个巴掌。袁宇福想要冲上前与我厮打，却被我的同事们迅速控制起来。你们一对奸夫淫妇，还好意思指责我？我苏莹每一台手术都全力以赴，对得起任何一个人。我戳着程浩的胸口，可你呢？我在救治病人的时候，你们厮混在一起，还有了孩子。你不是在英国吗？这就是你说的进修吗？程浩自知理亏，眼神躲闪，并不敢与我对视。袁宇福却挽住程浩的胳膊，老师，我们的跳跳，他这辈子都不会跳了。程浩猛地抬起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恨我，冲我来。你是肿瘤界的顶级专家，怎么一个小小肿瘤都会留下后遗症？因为你不能生，所以连我和别人的孩子你也要害。苏莹，你就是故意的。看着程浩疯狂的面孔，我不知道当年爱笑的少年
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？这就是你们苟且的报应。我一声冷哼，有时间冲我发疯，不如想想这孩子的未来吧。袁宇福声嘶力竭地吼着：老师，要让害跳跳的人付出代价。程浩安抚着袁宇福：宇福，我们先看看跳跳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，他给我批了2个月假，让我在家好好休息。这件事也让我重新审视程浩，他是农村出来的大学生，也就是凤凰男。读研时我们在一起，毕业后他继续读博，而我就在医院实习。他读博期间工资少得可怜，整个家都靠我来养。中间我怀孕了，但是他正处于科研的关键时期，我只能选择流产。流产后，我的身体亏空得厉害，这么多年就再也没怀上。而程浩靠着我父母的推荐，很快留校，成为了最年轻的教授。这些年，他对我逐渐冷淡，本以为是激情褪去，成为家人相处，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骗我。我休假第5天就接到了程浩的电话：苏莹，你竟然冻结了我的银行卡，还查封了房产。程浩咬牙切齿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对呀，我申请了财产保全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本来我不想把事情做绝，看来如今一定要离婚了。我嗤笑一声：离婚应该是我先提吧，你都这么脏了，我不要二手货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女人的清醒往往是一瞬间，我进手术室时还抱有一丝希望，可在手术室外的那一番变故已经让我彻底死心。清醒的女人往往聪明而决绝。休假这5天我一点没闲着，我清点了夫妻共同财产，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。我要让程浩什么也得不到。第2天，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：苏莹女士，你的丈夫向法院提交诉状，起诉离婚，请你准时出庭。材料已经备齐，就等着开庭了。开庭的时候，我准时到达。程浩显然有备而来。1年365天，有360天苏莹都不在家，我们双方感情破裂，请求离婚，分割财产。法官同志，我们确实感情破裂，只不过是因为程浩出轨，我没有出轨，凡事讲究个证据。你凭什么诬陷我出轨？我压根没有搭理他，转头对法官说：亲子鉴定报告我方已提交，你怎么会有亲子鉴定？程浩一脸不可置信，转瞬他想明白了：苏莹，我早该和你离婚了，这么多年你一直防着我，我都离开半年了，你还能保留我基因信息？程浩咬牙切齿道：看来你是忘了咱们婚礼上有结发这一环节，你的头发一直放在家里，那跳跳的基因信息呢？你还说没有在手术中动手脚，开颅手术需要备皮，自然要剃发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你早就算计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这么冷酷无情，自私自利。肃静！法官实在听不下去，敲了敲锤：法官同志，程浩已经于半年前和一女子同居，现在孩子已经出生7天，在这期间他一直声称自己在英国进修。前几天程浩还想转移资产，只不过我提早申请了资产保全，鉴于此，我方申请程浩净身出户，并立即进行资产分割。法官同意被告诉求。离开法院时，程浩的脸黑得像锅底，毕竟他本以为可以拿回一半资产，没想到赶着送人头，1分钱也没拿到，5000万的资产他1分也得不到。程浩怒气冲冲：苏莹，你真是好算计，你别得意多久，你把跳跳害成这样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会不会遭报应？不太清楚，只不过你这报应来得很快，
你已经净身出户喽。我开心朝他一笑，甩上车门，扬长而去。看着后视镜里程浩铁青的脸色，我心情爽飞，吃顿大餐，快乐加倍。这些年我忙于工作，这么长的假期我得好好放松。我刚从三亚度假回来，就收到了院长的电话：苏莹，袁宇福起诉你行医不规范，明天就开庭了。我知道了，院长，我一定会出席，别怕，院里已经请了最顶尖的律师，你这么多年呕心沥血，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，支持你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未有过一次失误，又怎么会怕这些污蔑呢？第二天，我和律师准时出庭，袁宇福也请了律师，倒是聪明了些。一上来，袁宇福就声泪俱下的控诉，说我嫉妒他，蓄意谋害他的孩子。这一扯，就扯出了他是小三、未婚生子的事，他的律师脸都绿了。终于，袁宇福闭嘴了，他的律师开始甩资料，从相关法律依据到我的违法行为，再到相关证据，最后列出损失赔偿。袁宇福真是敢要啊，他竟然要求赔偿5000万。我方律师不紧不慢地拿出当天手术的资料、手术通知单、患者相关病历、肿瘤的病理报告、肿瘤后遗症临床研究。综上所述，原告方的后遗症属于正常后遗症范围，我方当事人没有任何行医不规范之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毕竟是医院找的律师，这位律师之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，因为吃过医疗纠纷的亏，转行去做律师了。他可太懂怎么保护医生了。对方律师彻底歇菜，袁宇福气到跳脚。手术时间那么长，只是一个小手术，肯定有猫腻。这是每一次手术的时间以及耗材使用单据。他是肿瘤界的顶级专家，怎么会留下后遗症？这是脑瘤切除临床手术报告，在婴儿中，脑瘫的后遗症风险高达90%，新生儿发病概率也会相应提高。不可能，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和程浩在一起，嫉妒我能生儿子，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。说着，袁宇福逐渐失控，直接把鞋脱下来丢了过来，法警立即上前将他控制住。毫无疑问，我胜诉了。法院外，程浩来接袁宇福，袁宇福冲进程浩怀里，泪如雨下。苏莹，你怎么越来越自私冷漠，蔑视生命了？你这种人不配当医生。程浩皱着眉头，抿着嘴角，你把阿姨盼来的孙子害成这样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袁宇福搬出我的前婆婆，原来我的前婆婆早就知道袁宇福的存在，还默认了这个孩子，那我也不必手下留情了。果然没过2天，程浩妈的电话打了过来，苏莹，我怎么进不去小区门了？程浩妈着急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我轻轻揭下面膜，哦，我和程浩已经离婚了，这处房产已经是我的了，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你凭什么霸占？你们离婚了，这房子也得还给我儿子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反正有物业拦着，他进不来。过了没多久，我的房门被敲响了，苏莹女士，有人报警说你霸占民宅，还请你配合调查。我打开门，2个警察同志站在门口，程浩妈在旁边沾沾自喜，你不给我开门，还敢不给警察开门吗？我儿子的房子不能让你占了去。我无视了程浩妈，警察同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一定配合调查。这位女士反映你霸占了她的民宅，还请出示相关证件，房产证、离婚证、法院判决书、房产过户证明，一股脑我都拿了出来。我和他儿子离婚了，他儿子净身出户，
因为婚内出轨还生了孩子，材料都在这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慢慢看，他撒谎，我儿子没出轨，是他成天不在家，一定是外面有了野男人。说着，程浩妈就要上手抢证件。警察同志皱着眉头，伸手阻挡，不要妨碍我们办案，否则你就是妨害公务。程浩妈被警察唬得不敢吱声。警察认真翻看资料，一会，程浩妈又开始嘚瑟：警察同志，他还害了我的孙子，他故意在手术中做手脚，让我孙子得了脑瘫，我简直气笑了。感情程浩什么也没敢和他妈说呀。我又甩出了医疗纠纷判决书，前天才结案。2个警察一脸便秘地看完，材料没有问题。程浩妈急了：你们这些警察怎么能放任这么恶毒的女人住我儿的房子，害我大孙子呢？说着就要上手。2个警察开始警告：你之前报假警，现在又想袭警，现在给你警告，再有一次就去拘留。我儿子是 A 大的教授，你们谁也不能碰我。可警察怎么会听他的，直接把他控制住。程浩妈气急败坏：我知道了，你们串通好，是一伙的。苏莹，你这个毒妇，杀千刀的，骗了我儿子的钱，还害了我孙子，自己不能生，还不让我儿子找别人生。我冷冷开口：我到底能不能生？为什么不能生？你难道不清楚吗？程浩妈听了，脸色一白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流产后在家休养，程浩妈来看望时，带了村里的偏方，逼我喝，喝了3天，我直接大出血，送到医院抢救，从此再也没有怀孕。还有，你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名下的，我限你3天搬出去，否则我就找搬家公司把你的东西都扔出去。你放屁，那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养老房，你害了我孙子不够，还想来害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有的是钱，你就等着哭吧。警察同志直接把叫骂着的程浩妈拎走了。3天后，我准时带着开锁公司、搬家公司去了程浩妈住的大平层。我一声令下，开锁公司直接把门撬开，搬家公司开始一样一样往外搬。老太太东西不少，我看着搬家公司搬了2小时，听见了楼梯传来老太太打电话的声音，已经离了。我儿子根本看不上她，就是一破医生，还是个不会下蛋的。搬家的工人们听了这话面面相觑，都继续搬，3倍工资。我淡淡开口，所有人动作都加快了。程浩妈举着电话一上来就发现家门大开，立马惊嚎：你们谁啊？怎么敢开我家门？青天白日地，偷东西了！她双手抓住一个工人的衣服：我要报警，你和我去警察局。这时她才发现坐在客厅的我。好啊，我当谁这么大的胆子？原来是你，我还没和你算账，你倒是先上门了。二姐，怎么了？有人偷东西？程浩妈的电话还没挂断。我儿子的前妻欺负人啊，抢我的东西，还要让我睡大街啊！你们快来，你等着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工人们一刻不停地往外搬，程浩妈拉都拉不住。她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我，气得跳脚，让我儿子来治你。浩浩啊，苏莹要占妈的房子，让妈睡大街啊！你快来救命吧！老太太装腔作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玩着开心消消乐，无视她的表演。程浩来得很快，程浩一来，他妈妈就抓住他倒苦水。看到现场一片狼藉，程浩大喊：都停下！可是没人听他的，工人们都等着赶紧搬完，可以3倍工资。程浩上前打掉我的手机：你闹够了没有？这话该我问你吧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站起身和他针锋相对：儿子，把他赶出去！这个贱女人害完了我孙子，还想来害我！
这时，程浩家的亲戚也来了，乌泱泱的7、8个，一窝蜂的冲进来。二姐，我们来帮你了。程浩也在，可不能让你妈吃亏。你妈一个辛苦把你拉扯大，可不能为了一个外人伤她的心。你们这些人都快住手！说着，他家亲戚就扯住工人们扭打起来，场面一度失控。程浩妈乘机冲上来想要打我，我快速冲进卫生间，把门反锁，报警。警察来得很快，3分钟出警。警察一到，就先把正在打人的亲戚控制起来。怎么回事？程浩妈上前大倒苦水：我那个媳妇啊，天天不在家，外面有人了，和我儿子离婚了，现在还惦记着我儿子给我买的养老房，叫了这些人来搬我东西，要把我赶出去呢。我一把老骨头了，当事人在哪里？我一看情况控制住了，就从卫生间出来。搬家公司是你叫的？是我叫的。警察同志，这是你的房子吗？你就这么搬？是我的房子呀，证件齐全。我笑着从包里拿出了房产证。你胡说，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养老房。程浩妈拽着程浩：儿子，你快和警察说，这房子不可能是他的，结婚前你就买了。确实是结婚前买的，不过是我爸妈结婚前买给我的，不可能，这是我儿子读博以后赚了大钱给我买的。笑话，你儿子读博的学费、生活费都是我出的，他怎么给你买房？程浩，你说呢？我嘴角噙起讥讽的弧度，一时间程浩脸色涨红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当初我念着你一片孝心，把自己的婚前房给你妈住，原来你在你妈那倒吹起了牛。我一脸鄙夷。程浩家的亲戚听了，开始交头接耳，还真以为他家程浩出息了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。估计离婚也是女方看不上他了，这么多年没孩子，说不定是程浩为首一人出生了，是程浩的3姨。二姐，原来这房子不是你的，那你还叫我们来干什么？转头陪着笑脸，指着程浩妈对警察说：警察同志，不是我们啊，是他叫我们来给他出气的，我们是守法的好公民，放我们走吧。警察同志翻看着证件资料，都回所里做笔录。你们把人打伤了，不得赔偿。搬家工人好几个胳膊上、脸上都挂了彩。程浩3姨一听，破口大骂：二姐，你自己儿子什么样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就说程浩一个穷学生，凭什么买这么好的房子？当初我就那么来着，你非说我嫉妒你，结果呢？吃软饭，还软饭硬吃。现在女方家不要你儿子了，你还拉我们下水，这赔偿我赔不了，你们自己出钱吧。程浩妈一听也火了，明明是你们自己要来，看我儿子是教授，想要趁机巴结。我儿子从来不靠女人，他今天的成绩都是因为他优秀，而且是儿子甩了这个臭女人，已经给我找了新的儿媳，还生了大胖孙。两边吵吵嚷嚷，最终被警察同志一同带到了派出所。有了我3倍工资的承诺，搬家公司的工人也乐得去派出所做笔录。刚到派出所，就碰见了前2天上门的警察，他们纳闷，怎么又是你们俩？我连忙贴清责任，警察同志，是他霸占着我的房子不搬，我才出此下策。浩浩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，这房子不是你买给妈养老的吗？程浩实在说不出口，只道：妈，你搬来和我一起住吧，这房子离婚的时候全划给苏莹了。我一声冷笑：程浩，不要脸也得有个限度，这明明就是我的婚前房产。说着，我拿出了离婚判决书、结婚证、离婚证。警察同志一一看过后，确认这确实是你的婚前财产。
可是你这手段太过偏激，抱歉了，警察同志。我之前和他说过让他搬走，他一直不搬，没办法，我才见好就收，知错就改，我就是守法好公民。警察同志对着我的笑脸，实在说不出重话，下不为例。程浩妈开始撒泼，凭什么让我搬？一定是你在房产证上做了手脚。程浩见不得他妈委屈，苏莹，我已经净身出户了，你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我吗？我是想体谅他，就当送你了。可他来我家报警，污蔑我蓄意害人，我斜睨了他一眼。程浩妈脸色一变，一副心虚的样子。显然，程浩不知道他妈来找我茬了。不过我真是高估了程浩的道德水平，他一个老人家，没什么文化，你就不能让着他吗？咱们俩已经离婚了，我和他就是个陌生人，我凭什么让着陌生人？苏莹，你不仅自私冷漠，还毫无爱心、孝心。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还是先看看这些被你亲戚打伤的工人，谈谈赔偿吧。一说到赔偿，程浩三姨立刻插嘴：程浩，是你妈叫我们来到的，而且我们家没钱，你一个大教授不会差这点钱的吧？程浩妈舍不得儿子的钱，你们动的手，凭什么要我儿子出钱？说着场面再度失控，最后还是警察把他们分别关在了不同的房间。终于安静了，程浩还是不愿在亲戚面前掉脸，一手揽下了赔偿。我给工人们使眼色，让他们狠狠敲了程浩一笔。工人们很高兴，走的时候和我说：姐，下回有活还叫我们。我也很高兴，看到程浩妈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就乐。我知道程浩会搞小动作，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下作。在手术室外，我对程浩、袁宇福动手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，没有声音，只有我打人的样子，瞬间点燃了舆论。景浩医生打人，景浩是人民医院。苏莹，景浩苏莹吊销行医资格。打开社交媒体，铺天盖地的谩骂扑了过来。这年头，医生竟然敢打人了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刚生完的产妇那么虚弱，他下得去手？这种坏到骨子里的人不配行医，吊销行医资格。医院立即开除苏莹。医院立即开除苏莹。程浩想通过舆论向院里施压，开除我，让我身败名裂。院长打来电话：苏莹，最近在家好好休假，别靠近医院。现在医患关系本就紧张，患者家属很容易受到舆论引导，冲动行事。估计现在医院很多人浑水摸鱼，想来闹事。物业警卫也打来了电话：业主，现在小区外聚集了一群人，您最好不要外出。程浩竟然连我的住址都曝光在网络上，他是真的想让我出点事啊，毕竟法难责众，不是吗？这时爸妈也打给我：莹莹，那段视频怎么回事？程浩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？爸妈永远站在我的身后，是我的依靠，可他们年纪大了，我不想让他们费心。爸妈，我和程浩离婚了，他也确实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不过我自己能解决好，你们别胡闹。离婚受了委屈，怎么能不告诉我们？咱们苏家可不是任人欺负的，我也没怎么被欺负，我努力逼回自己的眼泪，我让程浩净身出户了。现在网上这些不过是他的一点小把戏，我很快就能解决。最近的诸多打击，我都没有流泪。但是父母的关心突然让我的委屈涌上心头。莹莹，你放心，爸爸肯定给你出这口气。爸，您别生气，悠着点，这种宵小之徒不值得我动气。这件事惊动了爸妈，我不能让爸妈担心，要快点解决舆论。很快，
有人在帖子下方爆出有声音的视频，你们一对奸夫淫妇还好意思指责我？我苏莹每一台手术都全力以赴，对得起任何一个人。可你呢？我在救治病人的时候，你们厮混在一起，还有了孩子。你不是在英国吗？这就是你说的进修吗？我也在媒体上抛出了离婚证、离婚判决书、医疗纠纷判决书，联系了几家新闻媒体转发报道，舆论风向瞬间扭转，恶评一下子都涌到了程浩那边。大的教授就是这种婚内出轨的人渣吗？程浩不配为人师表，这果然是教授啊！这小三是 A 大的学生，恬不知耻。接着 A 大的学生爆出了一段答辩视频，附送评论：这是我们院有名的学术妲己，是袁宇福的答辩视频。一位老教授翻了翻袁宇福的答辩资料，随手一扔，不必看了。不管你的答辩结果如何，程教授都会给你兜底。广大莘莘学子最是痛恨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。视频一出，关于袁宇福学术不端的帖子冲上热搜，井号取消袁宇福学位，井号彻查学术不端。很快，我之前医治过的患者家属为我发声，我们家农村的挂不上号，苏医生特地加号，只收了最便宜的挂号费，感恩。在县城被误诊，苏医生只开了12块钱的药就治好了。苏医生临床经验丰富，我妈的脑瘤都说没得治了，苏医生硬是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，不得不夸夸这届网友了。他们把我、程浩、袁宇福的情感纠纷抽丝剥茧，列了个时间轴，舆论一直发酵。A 大扛不住舆论压力，只能发布公告，程浩予以处分，暂停教学，重重拿起，轻轻放下。看来程浩背后有人，那就得看看他的人能不能拼过我苏家的人了。又过了几天，舆论逐渐平息，程浩在电话里向我耀武扬威：苏莹，你以为靠着舆论就能扳倒我？我可是学校的青年骨干，手里10几个国家级项目，学校让我冲击院士。你觉得就这点花边新闻，学校会放弃我吗？听着他得意的声线，我不禁弯了弯唇。那就祝你的科研能一路长红吧。程浩这个人不仅坏，还很蠢。他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学生，再是毫无人脉，他凭什么得到学校的重点培养？凭什么手握10几个重大项目？他真以为是自己的优秀吗？优秀的人多了去了，凭什么是他？还不是因为他是苏家的女婿。我爸是著名的外科圣手，只是早就隐退多年，只有上层权贵才请得动他。当年权贵们请他做手术，都要提前预约，还要派专机来接。只不过我爸年纪大了，已经好多年不做手术了，可地位还是在的。大校长受了上面人的提点，对程浩颇为照顾。可程浩这个拎不清的，竟然以为是自己太过优秀。我之前真是瞎了眼，竟然还觉得程浩不卑不亢，明明就是自大狂妄。还好我现在看清了他，为了庆祝自己看清渣男，安排个 SPA 一条龙。我正美滋滋地享受 SPA， 程浩电话来了：苏莹，你搞了什么鬼？我的项目全部停了，职称还降为了实验员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为人良善，没有结仇。哦，我故意拉长声调，可能是有人为了讨好我爸，所以给你停了。讨好你爸？你爸不就是个退休老医生吗？真是可笑。你以为你35岁成为教授，手握10几个国家项目，是因为自身优秀吗？是因为你是苏家的女婿。也难怪你不知道我爸，毕竟你的出身决定了你的眼界。就是大校长来了，
见了我爸也得恭敬地称呼他苏老。我本想低调解决，可你用舆论逼我，我爸知道了，自然不会让你好过。程浩可能一时之间难以消化，只是喃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不想听他的风言风语，挂断了电话，让他自己好好震惊吧。程浩的项目停了，职称也降了，又净身出户，只能带着袁宇福和孩子还有他妈住在学校分的宿舍里了。我不会对他赶尽杀绝，他可以当一辈子的实验员，足够养活他们一家，前提是孩子没有脑瘫。脑瘫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救治。2个月后，我下班时在车库碰见了一直等待的程浩，他眼窝下陷，明显憔悴了不少。阿莹，我们能不能谈一谈？我真的错了。我直接开门，打算上车，程浩突然抱住我，我反手一巴掌，再来一脚，把程浩踹在地上。程浩爬起来就地下跪，甩起了自己的耳光，求你了，否则我就一直跪在这。我实在丢不起这个人，就和程浩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茶室。阿莹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爱的一直是你。我喜欢袁宇福，只是在他身上看见了你年轻时候的样子，他只是你的替身。我的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，我已经让他走了。我们复婚吧，你不能生育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有跳跳了，他就是你的孩子。阿莹，我身边的人都会定期嫖娼，好多和自己的学生有一腿，毕业了就再换一个，我真的是里面很洁身自好的了。说到这个，我来了兴趣，不动声色地诱导。哦，我怎么听说大的老师们都为人正直良善，你别信口胡说。程浩看我不信，急忙解释道，男人都是这样。C 院的院长一直定期去会所， W 院的书记他包了3个学生， Q 院的李教授去企业谈合作都叫手下的学生陪酒。阿莹，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归于好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听到了我想要的回答，拿起包就要走。程浩，咱们俩再无可能，我看见你就恶心，再有一次我就报警了。苏莹，我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呵，果然装都装不了10分钟，我径直甩开他，走回车库，打算开车回家，却在我的车旁发现了程浩的手机，可能是因为刚才我踹得太厉害掉出来的。输入密码，我翻看他的聊天内容，他加了科研群，可当我点进去一看，全是各种约癖服务。当一个男人说他身边的人都去嫖娼的时候，那就说明他已经嫖过了。接着我又翻到了程浩和他妈的聊天记录，儿子袁宇福这个小贱人自己跑了，正好省得我们赶他，你先委屈委屈，等把苏莹搞定，咱们家什么都有了。她是独女，等她爸妈没了，不都是你的了吗？她爸妈年纪大了，你委屈不了2年了。女人还是得靠男人，你和袁宇福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哄哄就好了。看得我火气直窜天灵盖，算计我也罢了，竟然算计到我爸妈头上。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本来不想把事情做绝，可程浩打起了我爸妈的主意，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。自从手术室外长官袁宇福的视频被曝光，我就买了纽扣摄像头，随身携带，本意是为了自保。没想到程浩这次的爆料也被全程录制，成为了证据。我回到家，把程浩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进行整理，和纽扣摄像头里的视频一起打包，直接发送给了教育部和纪委监委。学术圈的这股不正之风也该肃清肃清了。为了防止程浩纠缠，我向医院递交申请，前往新疆进行医疗支援。
在广阔的新疆，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。在我入疆的第2个月，看到了关于 A 大相关教授的处理结果，不仅是个人作风问题，更牵扯出了一系列学术腐败。通过程浩一人揪出这么多苍蝇，我被背叛也不算什么事儿了。远处皑皑白雪的天山，一缕阳光透过云层，直射大地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